我们进来也18年了，我们这个画面断不了了。为什么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因为他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香港式的政府。1923年2月21日，香港一家报纸打出了这样一个颇具冲击力的标题，而他所报道的正是孙中山前一天在香港大学发表的演讲。这句话听上去有些夸张，毕竟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似乎主要来自欧美、日本或者各种西方书籍。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当孙中山晚年回到香港大学演讲时，却亲口承认，我的革命思想系从香港得来。为什么香港会改变一个年轻人的人生道路？又为什么这家香港报纸会认为孙中山革命的目标竟然是建立一个香港式的政府？1923年的2月，距离辛亥革命爆发已经过去了10多年。此时的孙中山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香港读书的青涩少年，而是举世闻名的革命领袖。这一年，他由上海返回广州，中途再次经过香港。当时的香港各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活动，港督史塔士亲自设宴款待，社会名流河东爵士开茶会迎接。2月20日，孙中山回到了自己的母校香港大学，向台下4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在演讲席上，有人提了一个大家都非常好奇的问题：孙先生，您的革命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孙中山没有回避，他看着台下的师生，给出自己的答案：我的革命思想系从香港得来。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孙中山的救国思想似乎主要来自欧美的政治宣言、日本的流亡经历或者各种西方书籍。但按照孙中山自己的回忆，对他影响最深的，首先并不是冷冰冰的书本，而是香港这个真实存在、可以用双脚去丈量的现代社会样本。青年时代的孙中山长期往返于香港与他的故乡广东香山之间，这两个地方相距仅仅50英里，说一样的粤语，过一样的节日，居民之间甚至有着打不断的亲缘关系。可是在年轻的孙中山眼里，这两个地方却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说，我30年前在香港读书，闲暇时在街头漫步，看到这里的城市秩序整齐，建筑宏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香港的街道永远干净整洁，城市公共事务井井有条。可每当他回到香山故乡，看到的却是一座停滞、混乱且破败的传统村落。一个巨大的问号开始在年轻人的脑海中萦绕。他写道，香港与香山相距仅50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70、80年间于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4000年闻名，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最初的孙中山根本没想过要造反。在香港读书的他发现两地差距的关键在于官员的管理，于是他抱着改良的幻想回到家乡，提议修桥造路。父老乡亲双手赞成，但双手一摊，没钱。孙中山便自告奋勇，带人亲自去干。可一条路刚修了没多远，就因为跨村的土地纠纷被迫搁浅。无助的他去求助体制，老县令虽然同情，却很快被调任。而继任的新官是一个砸了5万块买官进爵的投机分子。经历了宗族扯皮、官员更迭、买官鬻爵这一连串的社会毒打，孙中山彻底看清了，从此由市政之研究进而为政治之研究。研究结果是什么呢？孙中山明白了，香港政府官员皆劫己奉公，贪赃纳贿之事绝无仅有，此与中国情形正相反。孙中山还把香港政府与香山县政府做比较，又把广东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做比较，终于使他发现北京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乡村政治乃中国政治中之最清洁者，愈高则愈龌龊。他看到更深层的病灶就出在这个国家的政府和制度本身，从此便下定决心要改变中国的政治。这种现代制度的启蒙，其实早在孙中山在香港求学时，就已经由香港的教育播下了火种。孙中山在1884到1886年间就读的高年级母校中央书院，也就是后来的黄仁书院，是全香港第一所公立中学。其前身正是我们在刚才提到过的那所让郭松涛由衷赞叹的现代学校。早在1862年，在港府的支持下，首任校长史昭裕就承袭了汉学家李雅各的主张，引导学校脱离英国国教会的控制，转向了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世俗教育。在这里，史昭裕不仅兼任督学，还建立起了一套极其严密、中西兼修的教学体系。
到了1878年，书院还陆陆续续开设了代数、自然、化学、几何学，甚至启用了一间在当时全中国都极其罕见的科学实验室。在这里读书的华人子弟不仅要读传统儒家，更学会了用现代科学、现代逻辑去审视世界。这所大书院为本地培养了大量的翻译与专业人才。正是在这里，孙中山亲眼看到了一个现代政府是如何运作的。政府不仅要征税，更要提供公共服务；官员不仅拥有权力，更要对公共事务承担责任。在1923年的那场演讲中，孙中山直言不讳地对师生们说，香港能够不断建设，并不是因为这里的华人比内地人更聪明，而是因为政府的运作方式完全不同。年轻时的孙中山本来只想修一条路，可当他一次又一次碰上宗族纠纷、官场积弊和制度障碍之后，他终于意识到，修不好路的或许不是修路的人，而是决定道路能否修成的制度本身。正如他后来所说，由市政之研究进而为政治之研究。从那以后，他要改变的已经不再是一条路，而是整个中国。